当看到周星驰新电影票房破10亿，却连一个敢公开帮他宣传的明星都没有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星爷的背后真的就剩下我们了。反观冯小刚的抓特务，半个金圈挤在首映里撑场面，胡歌雷佳音双男主坐镇，筹备近30年，前后砸进去3个亿，首映礼办得跟春晚似的，导演、演员、制片、投资方坐满全场，韩红玲酬劳做完了全片配乐，上台就用地道的北京腔喊话，说北京的兄弟姐妹受累走个面儿，把首轮票房先带起来。圈内人也格外懂事，虞书欣一个人包了10场，黄轩包9场，薛之磊、王宝强、陈凯歌挨个下场支持，前后57位艺人站台包场，院线也给足面子，开局就给到 25.9% 的排片，所有人都觉得这波稳赚不赔。结果首日上座率才 3.3%， 上映11天票房才堪堪迈过1亿门槛，算下来片方分账不到5000万，连2位男主的片酬都覆盖不住，尤其是韩红那句走个面儿，最后成了圈内人情闭环的笑话。再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，从官宣定档到正式上映只给了5天时间，一张手绘概念海报，20秒的零碎预告，没有主创全国路演，没有明星连麦打 call， 连个正经的首映发布会都没办，别说拉圈子站台造势了，连完整的演员阵容上映前都捂得严严实实。业内不少人等着看他栽跟头，觉得国产女性体育题材本身就有天花板，再加连宣发裸影，能破2亿就算超常发挥。可现实直接打了所有人的脸，上映27分钟票房破亿，首日狂揽 2.6亿，以不到一半的排片吃掉了大盘近80%的票房，4天破7亿，如今稳稳迈过8亿大关，平台预测总票房直奔18亿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连央视都下场点评影片里的体育精神与平民叙事。可圈内明星依旧集体晋升，愿意私下包场支持的也就寥寥数位，连抓特务那边包场明星的零头都凑不上。很多人说周星驰人缘差，混了一辈子影坛，连个帮忙宣传的朋友都没有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他确实没什么圈内人脉，但不是没人愿意帮，是他从来没把心思放在经营人情上，外界总绕不开他和向家的陈年恩怨。这话不是没道理。90年代永盛把持港圈大半资源的时候，周星驰是公司实打实的票房摇钱树，赌圣逃学威龙一部接一部破纪录，可他的片酬被死死压在70万港币，连票房分成都没有，多次提涨薪都被拒绝，连创作自由都受限制。后来他想自立门户拍少林足球，向家直接放话不准圈内资本给他投资，闹得他当年四处找钱，处处碰壁。2014年那篇5万字网文风波，更是把矛盾摆到了台面上，向家亲自下场列罪状，逼着全港明星公开站队。王晶、杜琪峰接连表态，张家辉、刘青云、任达华3位影帝齐齐说跟他不熟，但比起外界的压力，更根本的原因始终在周星驰自己。他是天生的片场孤独症患者，除了拍电影，对人情往来几乎一窍不通。别人拍完戏组局吃饭攒人脉，他拍完戏就躲进剪辑室磨镜头，一句台词一个表情能磨几10遍。别人出席颁奖礼四处寒暄打招呼，他坐在台下全程走神，满脑子都是下一个剧本的细节。他不是不懂圈子规则，是不想遵守。在他的优先级里，把电影拍得对得起观众，比跟100个明星称兄道弟重要1万倍。观众喊了10几年的欠星爷一张电影票，他从来没接过这个话茬，更没拿情怀当营销筹码。在这次的功夫女足路演现场，他反而说我欠观众和粉丝好多顿饭。他知道很多人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，知道大家愿意为记忆买单，所以他反倒不愿意消费这份情怀。他没求任何人捧场，可每一个掏钱买票的人都是自愿来给他撑场面的。以前总觉得在娱乐圈混人脉就是底气，朋友多就是路宽，现在看周星驰才懂，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明星大佬，而是有多少观众愿意为你的作品买单。酒局上的交情是假的，首映里的合影是虚的，只有观众手里那张电影票才是最实打实的认可。他独行了半辈子，看似在圈内孤身一人，其实身后站着千千万万的普通观众。对一个拍电影的人来说，这才是最硬的底牌，也是最体面的成功。